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5 系列冠名。人像视频会发光 ，Reno 探案心不慌。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 系列独家冠名播出，跟随灵魂找到你，一起上 Soul 玩推理。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都在玩的社交平台 Soul APP 赞助播出。打开百事，助攻破案。本节目由打开百事把乐带回家的百事可乐赞助播出。要当名侦人，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。一口丝滑拿铁，谜团轻松破解。本节目由开启愉悦探案的雀巢咖啡丝滑拿铁赞助播出。下载小芒 APP， 名侦同款抢不停。本节目一共7位玩家，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，分别有侦探、嫌疑人、真凶3种身份。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，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，只有真凶可以说谎，只有找到真凶，玩家才获胜。游戏设置侦探酬金，每期抽取角色卡时，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。如果真凶逃脱，则真凶获胜，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。如果抓住真凶，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，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。2位侦探各自投票，若2次都投对，则均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。2026年，已经出道12年的宇宙天团 NZND 依旧活跃于娱乐圈，书写无数乐坛传奇。近日，组合成员何美男和萨微笑对外宣布将全力打造2代团 NBCS。消息一出，轰动整个娱乐圈，选手汹涌，粉丝当道。演唱会上，比赛正如火如荼的进行。所以接下来就是由周果子为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动听的歌曲《天堂岛之歌》。天堂，我有一个秘密，悄悄告诉你，欢迎你来到天堂。如果天呀，9点了！天堂岛之歌，周果子，我来啦！哇，周果子，周果子！哎，怎么停电了？那高原姐姐，估计咱等一会儿。还差多长时间？一会儿我听不着了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快走！这是哪个房间？怎么烟冒出来？怎么这么大烟呢？我看看。哇，好大的火呀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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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情况呀？这个房间，哎，那个地上是不是有个人？看看，这有一个有一具尸体。我的天呀！这是谁？身份证。哦，金花，这是金花吗？这就是金花。我的天呀！这为什么？
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一定要给金花报仇，这件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。你快去把嫌疑人都给我带过来。得嘞，让我去看看。金花，你有这么惨呀？各位嘉宾，不好意思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现场出了一点状况，我们现在必须要停止录制。是谁对你下了这种狠手？哎，你谁呀？你谁呀？我这儿保安啊。您这是干嘛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我什么都不，这你先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别走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走了。别走，你别走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走了。你来了就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就是一个小保安，我这么屌一个保安，我受不起这事儿，我受不了。你的声音非常的耳熟，来来来。这个是我的一个多年的好友。烧成这样你都认识啊？对，有身份证。金花。啊，你怎么知道他是金花？这里有他的身份证。啊，刚才还不在那主持呢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DCC 的宇宙全球后援会会长金花。我美男。金花死了。 对，这不砸金花了吗？哎呀，炸金花，炸金花，金花被炸了，炸金花，炸金花。哇，那个美男啊，咱们还得快点，这观众做好准备，做好准备，特别惊悚，做好准备，没见过这样的。高音，你的节目不是下半场吗？快点，你看这个。我知道了啊，一定是你。 放的火，芳心纵火犯，不对，一定是你。我的芳心纵火犯是越烧越漂亮，不会烧成这副德行的。哎呀，固定节目又开始，特别吓人。哎，让他看一眼，让他看一眼，让他看一眼。我的妈呀！什么情况？ 怎么这么黑啊？这块？哎，来，哎，你们俩怎么同一个衣服啊？你是谁啊？我是场工，你是场工啊？哦，我是保安，咱俩不是一部门的。高音姐姐，哎，运气来了。对，我找到了2个可疑的人，他就是哎，你在这儿。还有你，为什么我就可疑了？特别可疑，就你俩戴口罩，能不可疑吗？ 孩子们，我这屋里怎么跟地铁似的这么多人呢？这屋里人越来越多。那这样必须要摘下口罩，让我们看看你们到底长什么样了。哎，你谁呀？确实不认识。哦，其实我一直在后台默默的工作，对，所以你们可能没有看到。哦，好，辛苦辛苦。 有你们这么高调的默默工作的吗？你下来，你站上去。不是，我必须站在高处才是我真正的位置。好，来，啊，准备好你们的尖叫，叫破喉咙没有用。叫破喉咙，破喉咙，是的，当你爱上小溪，是因为你没有见过大海。我就是海中的浪中浪，大明星。 不要废话了，大明星，你干嘛穿成这样？我今天是有我自己的事情。你有什么事情？我不能告诉你。你不能告诉我，你就是嫌疑人。我是嫌疑人，我特别咸，还特别甜。我是。控制一下你破案的欲望。我第一次当侦探，我很兴奋，我很兴奋，我很兴奋。 不是，你怎么证明你自己是侦探呢？侦探都是有把班的，你有把班吗？不光是版本的问题，我呢是今天演唱会的压轴嘉宾吴高音，这个是运气。是的。而且我今天破案全靠运气。对。哦。我要给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的案件。
刚刚在晚上9点的时候，我跟我的这个运气从房间出来，我们就发现从这个房间的门缝中就流出大量的烟。打开门就看到了熊熊的大火，把这个火扑灭，然后就发现了死者躺在地上。我们根据他旁边的这个身份证，他就是我们多年的好友。你就凭这个就能下结论，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当侦探。他就是金花，这位大姐，他就是谁是大姐？这位大姐。目前我们先暂且认为他就是金花，确实是金花一直都没回来，我们也在找。从中场休息他就不见了。对，你们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嫌疑人。演唱会导师何美男，29岁。演唱会导师撒微笑，33岁。为什么在名单上他排在我前面？他应该是按流量来分的吧？应该按嫌疑度分的吧？我觉得这是个嫌疑人名单。演唱会嘉宾白 rap， 32岁。皮肤保养的够厚的啊，土已经埋在膝盖了，倒着埋的还是？演唱会工作人员，新场工，37岁。演唱会的不速之客，大明星，20岁。尖叫！为什么？我们两个是竞争对手，我们叫啥？我现在比你们红，我顶牛。然后现在人都到齐了，这样我们移步到红毯区聊一聊大家刚刚都做了什么。好，直接走。我今天呢刚刚从国外进修高音回来，就接到了晚上这个助演嘉宾的任务，所以我匆匆忙忙就赶到了现场。他今天本来的曲目是我们的压轴曲目，叫做《为你打鸣》啊，因为我是无高音嘛，但是很遗憾。现在表演也来得及。为什么我们要开始吹这些唢呐？哎呦，我还没醒就开始。大家不要研究我的表演曲目，一定想不到我是怎么唱的。但是首先我想了解一下，我们今天这个演出为什么要办？哦，这个演出背景是什么？我不是很了解。我来给2位侦探介绍一下。今天的顶牛演唱会呢，是由我何美男和撒微笑，我们一起来主办的。哦，我的公司叫 HE Beauty， 他的公司叫 MG 娱乐。我们这一次的顶牛演唱会，就是希望让大家来进行表演之后，通过观众的反应，能够选拔出一个特别成功的2代团，叫做 NBCS。所以侦探，你们知道 NBCS 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哎。Nobody cares。Nobody。好。那么刚刚呢，我们其实是进行了一场演出的。真金花是我们的主持人。好，我大概了解了。对。但是因为运气呢，他之前呢是个律师。哦。他对娱乐圈呢不是很了解。是的。他是一个令人心动的律师。对。大家可不可以给他做一下自我介绍，然后并阐述一下自己跟死者的关系？那这样吧，虽然我很不愿意介绍，如果我何美男还要做自我介绍，那我这10几年不是白干了？哦，请不要copy宁静老师的发言。那个运气先生你好，我是何美男。好。我是原 NZND 组合的忙内，4000年一遇的美男。哦，我本身在娱乐圈里面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艺人。对，我是您的粉丝。哦，谢谢。运气是这样的，跟真金花呢，其实我原本之前没有跟她说过话。她原来是我们 NZND 全球后援会的会长。是的。但是没有打过什么交道。好，那下一位。虽然我非常不情愿，但我还是……你这一张白纸，你看着好像在一张白纸。撒老师在给自个儿打光，在底下这样给自个儿调白，说我是一个偶像，为什么我不能给自个儿调白？给我拿个米波龙。来，喂，我们这帮你来立体光、苹果光来了。虽然我不是很情愿向一个晚辈介绍自己，但是为了破案呢，我还是说一下。我撒微笑，如果还需要介绍的话，过去这50多年我也就白干了。不要一个 copy 一个，是吧？
我的这个天分啊是遗传的，从我父母那一代开始，基因就已经在这个世间流传。你这个光不行，这个打麻了脸。闪亮的灯球。作为撒微笑，我只能告诉这位年轻的律师，你作为一个法律行业的从业人员，应该有很多大案要案你是听过的，那些纵火案件可能都和我有关。高一姐姐就是她了。我也觉得是。对，但是今天这个火势不一般。你认识真金花吗？真金花我完全不知道，当时我们在台上，我是第一次见到她。你不知道有他这个人的存在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哦，白软，我还需要自我介绍。哎呀，那你们不是白干了吗？你们不是白干。这里面你确实需要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曾是顶流，现在只能耍猴。白 rap 没有 beat， 你说这个合适吧？然后我跟金花的关系，其实在今天之前并不认识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整个经历非常的相似。曾经很火，现在非常糊的。金花有过曾经很火的经历，他在糊之前怎么也得火一次吧？哦，原来梗是埋在这儿，非常高级。曾经的顶流，现在只能耍猴；曾经的顶流，现在只能耍猴。这是一种家徒四壁的高级，是不是？没办法了。大明星。哦，好。天上飞老鹰，地上有我的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如今的顶牛明星阿木，我就是大明星。咱不是一个套路吗？刚才说我。咱不是一个套路吗？刚才说我，这不都是3句半押韵吗？阿木50步，我们只要是明星，说话就必须要押韵的。你可不行不行啊？对对。哎，这不是我的衣服吗？对呀。对，因为我拥有他的时尚品味。哦。然后我拥有他的 rap 功能。哦。我拥有他完美的微笑。对不起，我这叫皮笑肉不笑。皮笑肉不笑，我皮笑肉一起笑。我拥有所有偶像所有的功能集结于我一身。我就是集任何人大成的全能偶像，大明星。明白明白，大明星大明星。好敷衍，明白明白，大明星大明星。他不想听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的粉丝有1000万。那你跟我们这个金花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他是我的疯狂粉丝。他不是我们 No 作 No Die NZND 的粉丝吗？因为你们是层流，我现在是现在的顶牛，他现在移情别恋流到了我的流上。哦，所以他是你的粉丝，但你并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。我知道他的存在，因为他是我的粉丝，我爱我的每一个粉丝，我是孔粉天王。那你作为好，最后新场工。如果连他都还要介绍，那他几10年。所以我们确实对他不是很了解。我一直在后台耕耘啊，我负责搬运所有的道具啊、舞台啊什么的，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搬到哪里。他小名叫愚公，他能移山都。移山的。哎，您呢？然后呢？真金花有关系，反正我们俩之间有关系。有关系。认识的。现在不能说。反正很难用言语来形容。哇，那你演一下，用肢体演一下。哇，你已经就位了，对不对？肢体演一下就是。场工已就位。哦，可以拥抱的，可以拥抱的关系。好的，大概我们已经了解了。现在，在我的手上有一张演唱会的流程表。我们看到这个演唱会分上下半场，7点半到8点是中场休息以及吃晚饭的时间。那我现在很想知道，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们这个金花她是不是一直在舞台上？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，就大家都离开了。对。但是我们下半场回来的时候，她没回来。
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们在这个中场休息之后到刚刚这个案发，大家的行动线都是什么，都做了什么？何美男先说。好的，7点半我们上半场结束之后呢，众所周知我就是人气现在是非常的厉害，所以我就被现场热情的观众困住了，他们要找我签名，签完了之后呢，7点35分的时候，我跟您记得吗？在这个红毯这个位置，我们遇见了，然后呢，你跟我说你要去找真金花，对，然后我就跟你一起去了。但是我们去到真金花的休息室的时候，她没有在那儿。对，我们两个就把门留着，就没关她的门，我们俩就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呢就去了休息区，就是 A、B、C 区去找她，但是没有找到她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快到8点了，要演出了，我就回到了舞台。好，撒微笑。我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。同样，因为现场粉丝很多嘛，我就找了一些粉丝来给他们签名。找了一些粉丝跟他们签名啊？但5个后来签完之后，我又觉得这气势还不够，我把这5个人又签了一遍。反正就是一直签到7点36，前面都是废话啊。7点36，我终于摆脱了粉丝，是他们摆脱了你吧？终于摆脱了我，然后我就可以去找真金花。谈一些聊一些私事儿，但是我来到了他的休息室，发现门开着，里边没有人。7点36啊。对，我刚才听他说，我才知道原来是美男和你之前已经去过休息室，而且把门是留着的，是吧？是开着的。对，我就想那就到其他地方找找吧，于是去了 A、B、C 公共休息区，然后都没有。这时候差不多时间到了8点，下半场马上开始了，我就回到了舞台。好，白 rap。我跟他们的时间线很相似，也是7点半的时候中场休息，粉丝非常的热情，非要给我签名，我给你签名，给你签名，我说不用，然后后来我就跑去上了个厕所，厕所出来之后大概也是7点36，对，我路过真金花的休息区，我也是想找她，但是发现门开着，里面没有人。然后就去 A、B、C 的休息区里面去找他。哇，一模一样。你是7点36？对，我也是7点36。那，你俩有碰到吗？没有。那不对，咱俩时间线会重合吗？不要在这个环节撒谎哦。反正就是，也说不准。如果是按高度来讲，如果我可能真的是无视他在哪儿看不见。玩这个了是吧？现在开始，我站得太高了。现在开始玩这个了是吧？没有，别，他说你的身高太高，他说您的身高还站起来，非常讲礼貌。这个身高多么多么讲理。现在我这非常有可能实现。你话筒扎着我脸了，你话筒扎着我脸了。可以，这位老艺术家只因为身高就急了。运气侦探这边好像有一些那个背景。啊，对的，就是当时呢，是我跟那个高音姐姐是在我们的休息室休息的。当时呢，我们的门也开着，透气儿。哦，你们的门跟真金花的休息间斜对，我们是一个斜对面的关系。当时呢，大微笑先从我们的门口路过了，然后接下来就看到白 rap 再经过。我们经过的方向是从哪儿？是从通道往休息区去。往休息区去，对。所以我在前，他在后。是的。先后。好，这个是白 rap 的行动线。好，大明星。也是中场休息，我给粉丝发笔，然后你们都需要签名，得有人发笔吗？我给粉丝每个人挨个发了个笔，说你们去找他们签名吧，甭管是怎么签。然后但是我去了趟厕所，你没有听错，大明星也是会去厕所的。那么7点30，超意外的。那么7点34分，我上完厕所看见了金花啊，在哪里看见的？停用的休息间，就是刚刚案发的休息间。然后我看着他了，然后他就往前一直走，左拐向公共休息方向走去。左拐就不知道进哪个区了，对，那个视线就阻挡了。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。
然后接着我就是从 A 到 B， 从天到地，然后我就开始溜达，跟就 A B C， 你就到 A B C 去找，就没了，就因为我找不着他了，他消失了 ，disappear 了。也就是7点34的时候，真金花还活着。对。哎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刚刚那个还有谁上厕所来？白 rap 也上我厕所，上厕所，你什么时间上的厕所7点半？7点半到7点36，在厕所里。所以你在厕所跟你们俩会合了吗？我们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能干嘛？我们能会什么合？我34我就出来了。我就想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有什么好交流的吗？是不是对的？哦，想念你的味道是不是？没有更多的信息，好吧？来，新场工。大概7点半的时候，然后不是撒微笑签名来着吗？听见了。然后我就一路就捡他粉丝扔的照片，就签一张扔一张，我就捡一张。一张扔一张。捡人家照片为什么？我开玩笑，就是你们下台了就完事儿了嘛。然后我收拾后台，然后大概收拾到36的时候，当我走到真金花的房间，我看见她的门是开着的，没人。然后我就到公共休息区 ABC， 我也找了一圈，我没找到。然后直到8点又组装舞台去了。他跟萨萨的时间线几乎一模一样。对，行动线也一样。明白。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那个行动线，然后也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。我是7点35分的时候，确实跟何美男在红毯区相遇了。对。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去了金花的房间，发现她不在，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这个房门关上。然后呢，我的房间门因为是在金花房间门的这个斜对面，所以我呢也并没有把我的房间门关上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就看到了在7点35分之后，稍微晚一点的时间，这个萨微笑跟白 rap 先后的从我的房间这个方向向休息区走去。然后差不多一直到晚上快8点的时候，下半场就要开始了。然后好多嘉宾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往舞台的方向走，还包括一些场工也往那边走，但场工因为我不认识。对不起，侦探，那个我再问一下，您当时在房间打开房门，先后看到我、白，还有谁？还有大吗？没有。因为大明星当时工作人员，所以你认出来的就是我和白，对，先后走过去，对，然后也就是说他在开门期间，对于进进出出的工作人员，他没有特别留意，是的，他的时间线里面只把我们几个就是不灵不灵的记住了。这是我的那个行动线。两位侦探。就是这个演唱会是我跟萨微笑很用心的办的，明白。而且呢，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是非常痛心疾首，因为其实我们对于即将要出道的这个2代团 ，NBC 是寄予厚望的。我现在把他们即将拥有的资源跟您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。NBCS 将拥有以下的顶级资源：全年32场 NJND 大巨蛋演唱会，MGQ 杂志全年封面席位。全年封面席位，顶级制作人打造的一听就吓哭的恐怖童谣的演唱，真漂亮整形院终身换脸套餐，真烫麻辣烫店全年 VIP，OPPO 宇宙级代言人。明白了，是不是除了最后一个，其他都不是很有吸引力？我说实话，我非常想拥有最后一个。刚才小白整理出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时间线。那超个作业。现在我在这里还必须希望，就是大家一定要记着，因为其实我们对于即将要出道的这个2代团 ，NBC 是寄予厚望。我现在把他们即将拥有的资源，NBCS 将拥有以下的顶级资源，全年32。刚才小白整理出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时间线。说什么？我们3个人大 SB。DSB，小白写，你看3个人的顺序，大 SB。我们的新组合有名字了，叫 DSB。我不想加入这个组合。现在开始玩这个了是吧？又生气了啊！我知道那个大家现在都非常想把这个凶手给抓出来，我也非常想，因为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。我现在想请大家帮我梳理一下，真花在
7点半到9点，它的行动线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？来吧，我们3个的时间顺序就非得写出来。应该是大H S。我觉得你在骂我。大河上班啊，这是我们4个人目前的行动线，然后就我们仨的时间线有重合。36，对，是36。34、35、36。我帮侦探梳理一下金花的动线。好。他在7点半钟离开舞台之后，没有人见过他，只有人目睹他从这个通道上往公共休息区走。但是当大明星追过去的时候，在公共休息区并没有看见他，对，消失了 ，disappear。这个很奇怪，因为你注意到他左拐之后，他除了 A、B、C 3区之外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。有可能是什么呢？大明星他在找 A 区的时候。也许他躲在 B 区，金花会在 B 区或者 C 区，然后等大往 B 区走的时候，金花从 C 区出来进入 A 区，然后等大从 B 区到 C 区的时候，金花可以仍然在 A 区待着，对吧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应该是大去看 A 区的时候，其实他就在 A 区里面，只是他进了服化间。也有可能他在服化间。这个里面有一个备注，请所有工作人员务必于服化间更换工作服。7点34，在这个地点，金花以她自己的形象最后一次出现。然后刚才的几种可能性，要么他在几个休息区轮换，要么他直接进入 A 区以后进入服化间，关上门在里面换工作服。所以大明星没有在几个公共区看到他。所以金花到底它具体是发生了什么？这个现在我们都是靠推断。我们搜证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微笑、白 rap 和新场工是一组，然后剩下的人是一组。加油！好了，加油！现场出了一点状况，我们现在必须要停止录制。第1轮现场搜证，7名玩家分为2组，轮流取证。限时10分钟，每人可使用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 5系列拍摄10张照片。搜证喽！搜喽！先拿开我们的神器，先拿出我们的探案神器。我这里排队啊！我这里排队啊！这排队里啊哈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天哪！哇！更漂亮嘞！哇！一次比一次美。Here，我是6，是不是？6。侦探，我们从哪搜起啊？我跟那个运气，我们先搜红毯，然后你们可以先看看大家的房间。行啊，好嘞，可不可以？行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你看这个像马桶圈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？Q 吗？是啥呀？一会儿我们俩注意关注它一下。好嘞，没问题，我记住它了。看看这边。好呀，咱看看这头牛。我们决定现场来一场 battle， 齐心打造一个新的宇宙天团 NBCS。我觉得可能会非常的有料。这有箱子。是的。这肯定有问题。看看箱子里有点啥。好。箱子是有密码的。我看看还有什么别的。好。哇，好多东西啊！哇，这2头牛有点东西啊。毕竟是顶牛。看这张，我找到了一个萨微笑领的流程表，它上面写了，白 rap 迟到1个小时，时间是10点到晚上6点。然后这有一个小包，应该是金花的包。里面有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有一个盒子，大主唱。
大主唱是谁啊？大主唱跟大明星长得是一样的。这样的吗？他以前是 No 则 No 带的成员，这什么意思？这里有东西。对，但是需要一个钥匙把它打开。这里有一个手机。哎，这个不就是刚才那个长得像马桶圈一样的东西吗？哦，原来这个长得像马桶圈一样的东西是夸克智能搜索 APP 啊！哦，哎，那我要试一下。哇，这也太快了吧！刚搜到一半，它就出答案了。哇，这就是我们用夸克智能搜索 APP 搜到的。我要买到你是何美男演唱的歌曲，太好听了。智能，高效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我们打不开，先留着。先把它放到这儿，一会儿有时间就来解决它。好，了解。哎，这里有啥？也是个密码锁，3位数。对，抽屉密码锁，以火立方安保队全体人数设置。请安保队员勿外泄。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去找全体安保队到底有多少人？对，这个要去哪儿找？哎，欣姐，我们再去搜一下那个应援车吧。应援车吗？走。哎，你看，安保小哥哥们，你们辛苦了。MDCZ 今天请全体安保队员喝饮料，1人1杯。所以说这里到底有几杯？好，2、4。来，我数一下这边。8、10。1、2、3、4、12、13、14、15乘3 45，这里45杯。我这边22。45加22，那个67。走，67。哎，不对啊，那边是3位数啊。那就是0加个0，067。好。试一试，来，抓紧时间点。往返这条路，这红毯走的也真够累的哈。开了，哦，这里有一个手机，又有一个手机，这是那个大明星的手机。大明星的手机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专辑，所以恭喜获得了我的签名照一张，地址方便告诉我吗？谢谢宠粉天王大明星，我家住真的步行街3721号，收件人真金花。大明星他应该是知道真金花的住址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来，我搜的那个新什么的新场工很奇怪，他不是明星。我要进入小鬼式的搜索方式了。行，搜着了，这么快就搜着了。哎呦啊，金劲儿这个脸呀，跟他这么熟了，每回看还是害怕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个哦，它有一个假肢。哇，这是不是滑雪用的鞋套啊？好帅气呀 ！Oh my god！ 有什么呀？哇塞！什么都没有啊！魔棒告诉我，我的线索在何方？9亿少年的梦终于醒了。这是流程，他点了一个灯点儿。我这里哇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这有个锁啊，好，太好了，锁终于来了。这需要个钥匙。要是你还在，我就不会和你分开。现在我要找这个钥匙，
让我的人生充满新的色彩。真金花的家，我来了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挨打对我眨眼睛。哇，他真的很爱你。是他肯定爱我，因为我是顶牛。顶牛。哎，需要一个密码，密码提示每天都想跟他合照。大明星，不对，大的。啊，密码还是不正确。怎么了？完全找不到。我这边也是，我看见一个锁，但是打不开，没钥匙。他这每天要跟他拍照，又不是大明星，又不是大主唱，又不是大，他能是谁呢？难道是 no 作 no die？ 不对啊。大明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挨打对我一闪一闪亮晶晶，试试看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挨打对我眨眼睛。进去了。我是挨打不服挨打。时间还剩3分钟。这个我也要找。来吧。白 rap， 这个是打不开的。哦，这儿有个。打开我的小钥匙。白 rap 男31岁，他又得病了。哎呦喂！发现白 rap 的 rap 不够好，不是，他说发现白 rap 与患者的肾脏不匹配。我恨为什么不是我？这是他要给别人捐肾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里头是不是这个的数字？1、2、3、4、5、4，不对，2025、1129，也不对，1128，对了，对了吗？白 rap 能换个好点电脑吗？怎么反应这么慢？侦探，哎，您能过来一下吗？来了。好，我来嘞。你看，他一直在，我好像解开了，但是他一直在转。让我来试试。看，一般来说最有用的方法就是 F。白 rap 这还有什么？雀巢咖啡。来，让我尝一尝。哎，这个雀巢咖啡口感丝滑，让我们开启愉悦探案。这咖啡真的很丝滑，老板。我经常喝这个。他最喜欢喝什么样的咖啡？那是雀巢咖啡吧？他这都摆着那个雀巢咖啡。NESCAFE。等转。不加糖。对。就是 不加糖，白 rap BJT， 试一试 BJT， 开。
耶！哦，果然是。这边有他的那个3条聊天记录，白 rap 和撒微笑的聊天记录。第一个是白 rap 败给了王八，真的，这写的就是王八。狂八卦，恼羞成怒。哦，王八卦恼羞成怒。 10秒倒计时开始。先拍，先拍。 9、8、7、6、行嘞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请离开现场。收获是这么的多。好运来，好运来，好运来呀嘛，好运来！拿上探案神器，赶紧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开始办案。这是我的，好，走。先看一下现场吧。这个屋以前是大主唱的休息室。大主唱。哦。世界顶流大主唱昨晚被火。这有个铁盒子，一喷即晕，说明强效迷药，药效持续70分钟。70分钟。有纸条。我有事先走了，不用等我。大主唱的死另有其因，想知道真相就19点50之后来停用的休息间找我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啊，这应该是个灯管。哦，这是个灯 ，LED 灯。所以它是用电线短路造成的。你看这，本休息间电路老化，请勿同时打开所有灯的开关，否则可能发生跳闸短路线，甚至引发火灾。那就是这个电路。有人利用这个信息，在这个房间制造了一起火灾，先喷了一喷即晕，然后把晕倒的人扔在这里，然后用电路短路把他烧死。大主唱，世界上只有一个大主唱，也只需要一个大主唱。啊！真金花获上月粉丝氪金，受邀参加本次 No 作 No 带顶流演唱会。真金花是给 No 作 No 带花钱最多的。开始配置网络。新晋顶流大明星，史上第一完美偶像，他来了。
2025年，完美偶像公司旗下唯一艺人大明星在乘风破浪的顶流中断层夺冠，成为新晋顶流。密码，密码大明星。人间精品大明星，人间精品大明星，不对，我究竟有何魅力？大主唱2.0全能营业。哎，这要是密码，我就把这桌子吃了。等我。啊，太无语了！这密码，他怎么不把这一本都打上了？哎呀！行车记录仪进入了大明星家，1个小时以后又出来了。干什么呢？这是腰酸背痛，俩人这关系不同寻常啊。看一看啊，撒微笑。先看电脑里有什么吧。撒微笑密码。泡我试试。就是感冒灵，暖暖的，很贴心。哇，出字了，一种想说不能说的伤痛，一种想说不能说的伤痛是什么？啊？哦，果然，遭遇车祸中，且活且珍惜，精神萎靡，系因跳车受伤导致的左侧肾脏功能衰竭，左侧肾移植，肾有问题。那今天地博真的每年少一个人吗？有这样的好事吗？不是说什么好兄弟们，你去配型啊，你去给萨萨捐肾。听说王八卦是微笑哥哥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亲属配型成功率会更高吗？谣言曲。觉得你本来模糊的脸，竟然渐渐清晰。想要说声安稳。干嘛那么迷恋我？他们，你想听原唱在这儿呢？来，不用一遍一遍放，唱一个。到高音的部分再唱。有一个密码型，5位数字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像带走每条河流。这么喜欢这首歌，那应该是大海。百变。
头牌真金花。时间还剩3分钟。好兄弟。终于重回榜首。哦。绝味龙虾。哦，这有东西。120。这照片是什么意思？茂中城保洁。为什么在休息室里还有痒痒挠呢？这是个老年人休息室吗？说起来还有点痒。哎呀，舒服！哎呀，哎呀！为什么有2个痒痒挠？小白，哎，咋着呢？你能帮着分析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吗？我分析出来又说是我干的。哦，这个好像是那个，然后上面还有这个2边都有这个断掉的这个像鱼线一样的东西，它为什么绑个鱼线在这儿，而且还都断掉了？是个延时装置吗？什么东西用来做了一个延时装置？因为它这写着，本休息间电路老化，勿同时打开所有灯的开关，可能引发火灾，所以它可能做了个延时开关。为什么这个专门贴了一个天花板？哦，喂。这是什么？3小时定时点火装置。天花板的背面装了一个点火装置。那到底是短路引起的火灾，还是这个点火装置燃烧引起的火灾？10秒倒计时开始。我觉得这个只是写着甚至。他为了保险，他有一个这个8、7，他最后6，我估计用的就是这个点火装置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请离开现场。大海，你不带走继续听吗？我已经拷在我的视频里了，录下来了。如果你要想听，你告诉我，随时告诉我。行，兄弟，我随时唱给你。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系列，记录清晰时刻，第一次集中推理，根据收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。哇，我喜欢这里。他们几个的关系已经很显而易见了。是的，他是 NZND 的后援会的会长，那么这里边有3个 NZND 的成员。是的，也就是粉丝跟偶像的关系。大主唱其实以前也是他们组合里的，但是现在他不在了。但是有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大明星，他们也是偶像跟粉丝的关系。那么现在唯一我们俩没有任何头绪的就是这个心。他开场的时候他说他们俩可以，所以是恋人，反正就是关系亲密的。那我们就把他们放进来吧，看看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新的线索和思路。非常开心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审讯环节。
坐到这里感觉如此之奇妙，特别得意的感觉，杨毅。因为我有叫每个人出去这个顺序的权利。哎，太酷了。刚才总结了一下大家的关系，其实都比较简单，都是粉丝跟偶像的关系。除了金花跟新场工之外，我们现在不太明确，剩下的全是偶丝儿的关系。这个案子我突然想起来啊，应该主题就叫藕断丝连，偶像命断舞台，粉丝连带殒命，藕断丝连。所以萨微笑，你经过搜证，你得出了这个结论是吗？对，这就是我搜证的全部。那太好了，给我们分享一下。哎，他已经讲完了，这是全部了，下一个吧。我有请这位星光大道的嘉宾，他来自于新疆，新疆的这位朋友。哎，来了，哎，给大家简单讲一讲我所搜到的一些证据。首先，我认为这仍然是一个有延时机关的杀人案，也就是说，凶手一定要让自己不在那个房间的时候让火点起来，然后造成一个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明，然后人呢，要么就是已经死了，要么就是给喷晕了。他不是有一个一喷即晕吗？70分钟。一喷即晕药，所以人有可能是被喷晕了之后放到现场，然后用那个延时装置导致现场起火，把人给烧死。在一喷即晕的盒子里面还有2个小纸条，一张写着“我有事儿先走了，不用等我”，另外一张写着“大主唱的死另有其因，想知道真相就19点50之后来停用的休息间找我。”2个纸条同时在这个铁盒里，跟一喷即晕药放在了一块儿。哎，你用余光看白 rap， 可能他一直在动，他那个一直在闪。他这个衣服有一种催眠的效应。一喷即晕就是用这个衣服晕的。又是我呗，就这也行。在门口我们发现了3个纸条，一个纸条流浪汉老石专栏贴在正对门的左手边。老师，我今天听说了一件大事，2024年12月31日跨年夜红得发紫的顶牛大主唱正在火力坊场馆举办演唱会，没想到最后一首歌《爱火烧》的舞台竟然发生了起火意外，大主唱被烧死了。另外一张纸条是贴在门的右手边，因本休息间窗户正对大门外，常有粉丝破窗而入，故从2024年12月31日起停用。这个时间，这是大主唱被火烧死的那天。在灯的开关下方贴了一个警告：本休息间电路老化，请勿同时打开所有灯的开关。请注意，可能发生跳闸短路现象，甚至引发火灾。警告的时间是在2024年12月1日。好。这个警告不是最近才贴的啊。这个房间还有一个特殊的用途啊，门上贴了一个叫“停用勿入”，但是把这个纸一掀开，后面有一个牌子写的是“大主唱专用休息室”。所以这个。接下来是死者身边发现的一个手机。确实是金花的手机。2026年的1月15日，金花说：“各位大蜜们，我的 OPPO 变色手机竟然从银灰色变成蓝色了。跟我手机绑定的另一台手机是我2年前送给大主唱的。按道理用他那台手机敲击2下它的贝壳，贝壳，这个就叫贝壳。贝壳，你敲2下。”我这边那个手机如果绑定的话，我这个手机就会变。对，它是一个特别的 VIP 的定制功能。是哪个敲2下嘛？我来敲2下嘛，不大姐。当然，这些小的设计会非常的招现在年轻人的喜欢。
对，这是 OPPO Reno Pro Plus 艺术家定制版独有的咚咚咚变色功能。难道5个问号是我遇到灵异事件了吗？这是2026年1月15日，大主唱已经过世将近2年多了哦，所以突然他绑定的大主唱的那个手机给他这边发了一个变色信号。第2个时间顺序就是2026年1月21日下午1点钟，有一个30秒钟的打给弟弟的通话。第3个时间顺序是在今天的19点40分，是现在请来停用的休息间有钥匙，有人约他去了。2026年1月21日19点55，导演不好意思，我有急事需要先离开，你们不用等我了，直接开始下半场吧。导演回复说：“你这个见证人也太不负责任了吧？行吧，反正没你也不影响啥。”我个人判断这条信息，我判断它是假的。这应该是凶手作案的时间。接下来几个比较重要的发现，一个是真金花手上戴了一个运动手环，它是心率采集的。我认为它应该是跟某个终端进行无线绑定，数据应该在某台电脑或者是某一个手机上，能够发现。然后在死者倒地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块塌落下来的天花板，上面粘着一个小仪器，上面写着说明3小时定时点火装置。下面还有一行很小很小、极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个字，写着2024年12月订购，也就是大主唱被烧死的那个月份。现场还有2根像痒痒挠一样的东西，前头是弯的，烧得黢黑。在这2根弯曲的这一部分，都有一根折断的鱼线，断的那个口呢是非常平整的。所以这个断开的鱼线，它的作用是干什么的？而且它是怎么弄断的？那这个跟那个烧火的那个装置三个小时的关联，它在天花板里面，它怎么去触动它？通过我对现场细节的判断，这个人第一对这个休息间非常熟悉，请看着我，这个人对休息间非常爱上你啊，然后呢，你让我冷静一会儿，你都已经爱上你还有啥？你还逃脱得了？那算了啊。第二，这个人对于现场电路以及天花板上面的一些结构非常清楚，所以我不知道厂工的工作。你看你笑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呢，你笑什么？没有，我心虚啊。啊？什么？好理直气壮的心虚。我只是说到这个结构，我看了你一眼，你心虚什么呢？不是，我心里琢磨了一下，厂工好像不负责电路。我没有问你关于电路的事。那你别看我。刚刚一瞬间我都以为破案了，我以为收工了。所以你也到我的怀疑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好，谢谢。他就怼了我们俩人啊。有请白 Ralph。哇，这衣服真的有点晃，是不是？你真的用余光看，你感觉他这个人一直在这动，真的像小时候那个电视没信号了那种，闪亮登登。哎呀，哎，你的帽子是怎么完美的固定到这个角度？不是，我到底能不能？啊，没事，对不起。我主要是去了一个人的空间，就是大明星。哎，您说，在他的房间里面被黑布盖着一个灯牌，上面写着"世上只有一个大主唱，也只需要一个大主唱。完美的传奇英雄，也许就该像大主唱那样，如同流星划过夜空，不许人间见白头。"就是这跟他现在所作所为，觉得是很。你的意思是什么？
我的意思是一种惋惜，是一种悼念，因为他是我世上唯一的偶像。大明星，因为他在我们这个 No 作世界中，相当于是刚刚出现的一位新人，所以我对他了解了一下。他的这个评价呢是称为史上第一完美偶像，主要是出于3个原因：一是他的身份是大主唱2.0啊，所以大家觉得他跟大主唱长得90%的相似度。但是大主唱在我们故事线里一直是喜欢整容的一个人。我是天生的大主唱，山珍海味，美容针、溶脂针、除皱针，对，山珍海味啊。然后第二项呢，就是他非常的全能，他全能到什么地步呢？他有萨微笑的高音技能，有何美男的品味技能，白 rap 的 rap 技能，全舞蹈的舞蹈技能，能驾驭任何的曲风。也就是说，他一个人顶了我们整个一个团，集万千偶像于一身。第3个呢，营业永动机，365天全年无休，线下见面会就各种，每一天都在工作。第4个呢，就是宠粉发电机，粉丝给他发私信，他一定是要回复的。当然了，我为什么要说这些有的没的呢？是因为我发现了他有一个电脑是需要密码，他电脑的密码就是他所有的优点的首字母的拼音的那个，就是 BZC 2.0，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个首字母，只要打着就能打开他的电脑。好无聊。怎么了？这怎么长了？古诗长不长？经典永远不嫌长，明白吗？然后打开电脑就有很多更重要的信息，桌面上面有行车记录仪，还有视频，还有一个芒果聊。行车记录仪有2段视频。哇，这个别提了，哇，这个。这是2025年8月21号晚上11点，这是真金花进入到了大明星的房间。对，晚上11点的时候，0点的时候，真金花出来了。大家注意他出来的时候是大汗淋漓，而且还在理头发，还理头发，哎呀，还弄袖子，哎呦，还捶腰，我天，这1个小时干嘛了？您猜怎么着？他出来的时候捶腰，大汗淋漓，满头都已经乱了。我也在里头呢。你在家里面？嘿，您详细说说。还有第2段的，还有第2段啊。相同的行为，在2025年的11月21日，真金花又是晚上11点进入到了大明星的房间，又来了。1个小时之后，大汗。您猜怎么着？3个月一次，一次1小时。您详细说，我们就爱听这个。来，这啊，就是那个翻那叫什么大汗1小时，够用3个月，是不是？是这意思吗？别老聊这些没有用的。就根据这2段视频，他去你的房间里面到底做了些什么？有些事儿你也该知道了哈。我就想很直白的听到具体的描述。是我醒了之后，我发现我腰酸背疼、腿抽筋儿，心脏血压出问题儿，我不知道我怎么了，我感觉我睡一觉为什么会这么累？I don't know why，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他进去的时候你是睡着的，我睡着了，而且你根本不知道，他就出去了。哎，您自己信吗？你说是？哎，可是有些事情它就发生了，对不对？它就是这么奇怪。最恐怖的是在于，我感觉他是给我下了迷药了啊！你晕了？对呀。但是我在隐约中看见了奇怪的光在闪。有我什么事？我这衣服是租的，有我什么事？那他怎么进的你家呢？我觉得侦探找到一个重要的点，就是你在房间里面，对，而且你是睡着或者会昏倒的，对，所以不是你开的门，这就说明真金花有你家的钥匙。他确实他怎么进我这门，我是不知道的啊。但是他知道我们家地址，因为我特别喜欢跟粉丝们不是宠粉吗？我见过好多群，我告诉过他们的地址。这么大方？对啊。电脑里面还有一个单拎出来的视频，我也拍下来。这个房间应该是真金花的房间，
这是在真金花的窗外，这特别像是大明星的主观打开了窗户，翻了进去。这是一个柜子，因为我去现场还看了一眼，这中间有一个眼儿，他就抠那个眼儿。这是一个手机。我已经按照你的委托，在火烧的喷火装置里做了手脚。所有人都会以为大主唱被火烧死是一场意外，赶紧付款吧！没想到你不仅伤害了我，还杀了大主唱，我要杀了你，为大主唱报仇。能讲一下为什么要去他的房间？我11月22号开车出门，发现了我那个行车记录被存满了。当时不是我看了那个记录之后，然后我觉得我被侮辱了，然后我不就要调查这个真心话啊，到底对我做了什么吗？但是第二天11月23号，然后我被公司突然派出国去进修了。我回来了之后呢，也就是今天早上的10点，我是从家里浴缸醒来的。你醒过来的时间就是1月21号是吗？就是1月22号。1月22号。为什么是1月22号呢？因为我当时说给我出去要进修3个月，然后呢有时差这个问题，我以为今天是22号。然后我也没想太多，我赶紧出门啊，还是要想起来之前那事我要弄清楚了。10点30分的时候，我到了真金花的家里头，天助我也，他们家那窗户正好被撬坏了。您看看，这说明有人在之前也进去过。对。然后我就翻窗而入，后来我就听见那个声了，就是他雇人把那大主唱给烧死了。我听完之后，我就恨从心中起啊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报仇。眼里有刀，口中有剑，心中有恨。对。电脑的第3个文件，然后是一个聊天记录，上面写着他给一个名叫黄流中的顶牛啊，这是1月21号上午11点10分发了一个信息，写的是昨天举办的顶牛演唱会还会举办下一场。黄流就说昨天，您错乱了吧？是今天。就这个点我看着是很奇怪的。明白了，他以为错过了这个演唱会了，但是后来突然发现因为时差的原因他刚好赶上了。对，这是10点半去的他的房间嘛，然后相当于回来之后去找的那个黄流，所以他就有时间去计划作案了。然后黄流说是线上演唱会，所以没票，但是可以帮你搞一张安保人员的工作证。我找黄牛买的是这个啊，这个买的是这个啊。难怪。然后去他们后台服化间换 No 作 No 带专供特制纤维的工作服。对，那个衣服的我怎么就是这个衣服里头有？对，就是这个衣服，知道吗？这儿写着这个 No 作 No 带专供特制纤维布料。纤维哦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现场的一块没有烧完的纤维里发现了这个绳，以及现场有数个这样的被烧过的可以摁的这个松紧扣啊，这还有烧掉的扣子。那应该说这个被烧死的人死之前穿的是这件衣服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现在这么火，还要穿着一个安保的衣服来搞会议。他就是想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来干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为了找那个真金花，因为在他的浴室后面有一个报纸上面交代了，真金花今天也会以粉丝的身份来到我的演唱会。对。有一个疑惑啊，我觉得就是跟大主唱90%的相似度这个点，包括说大主唱被烧死可能就是跟我们今天见到这个情况会是一样的，根本分辨不出来，面目全非。所以到底死没死，他到底是大主唱还是大明星？我觉得这个都可以画一个小小的问号。好。
下面我想听一听新场工的，哇，这一厚本哦。来吧。我去搜了萨微笑的房间，我首先看到他的桌子上有一台电脑，这个电脑上有密码，他旁边有一个感冒铃，感冒铃上写着快泡我，我一看泡我行啊，我就赶紧泡它。杯子倒进水之后就变色了，变色了之后显现出一行字：一种想说不能说的伤痛。有一种想说不能说的伤痛。哇，喝感冒药都这么做作用。打开电脑之后，然后打开芒果博。萨微笑在2025年11月26日是晚上8点18分遭遇车祸，正在治疗中。然后底下有一张配图，转发的是快来快来，这里有大瓜吃。最近去看病的时候，居然遇到了何美男，原来他是在去探望躺在病房里的萨微笑。当时萨微笑看起来非常的憔悴，大家都来猜猜他到底怎么了。底下呢有评论，重点在这儿，是 NZND 今天糊了吗？为什么住院不重要，只希望人有事儿。哎，哦，黑子，这个黑子他的 ID 喷来的，对啊。想起来我就气，这种，但没办法，对这种喷子你。过了2天之后呢，发了一条新的芒果博，11月28号，且活且珍惜。下面有一张图片，是鼎鼎大名的私人诊所的诊断证明。萨微笑，男，32岁，患者精神萎靡，经本院诊断，系因跳车受伤导致的左侧肾脏功能衰竭。不用笑了，这么大事儿。肾衰竭哦，他们在金生伟，你金生伟，你是肾衰竭，不是脑衰竭。哒啦！萨微笑，这个跳车是怎么回事？那天啊，我坐着车，我那个司机平时都挺好的，但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车开到一半，突然司机浑身抽搐。就感觉就跟发了那个羊癫疯似的，然后这个车咣的一下就失控了。当时我因为之前不是拍过动作片嘛，我就也练过一些基本功，所以当时凭借着我还存留的那么一点肌肉记忆，瞬间我打开车门，一个鲤鱼跃龙门就飞出了车外，在路上哒滚了很多圈，最后被一棵大树拦腰给挡住了，我才算停下来，但是腰部重重地撞在了树干上，肾坏了。因为诊断结果是，如有肾源，尽快进行左侧肾移植手术。注意啊，这条芒果博的底下评论又来了，还是那个黑粉。No做 No 带不会真的每年少一个人吧？有这样的好事吗？是谁？我怼死你！你係邊個？你跟空氣罵什麼街呀？你找他去啊！那人是誰？找！你出來！你出來！然后龙虾军团233号@何美男说，不是说什么好兄弟吗？你去配型啊，你去给萨微笑捐肾啊。一肾难求啊！ 12月1号，他给了我最好的礼物，做出了最大的牺牲，我非常幸福，一辈子的兄弟。转发的何美男，以下何美男有一段视频给大家看一看。 大家都知道，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。但是对于我躺在病床上急需一个肾的微笑哥哥来说，我不忍看到微笑哥哥继续生病，更不难想象还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后果。我们一直都是好兄弟，穿同样的衣服，代言同样的产品，没有想到我们连肾脏都是共同匹配的呢。或许这就是缘分吧。接下来就是一张他们照片，好感人。 那个黑粉又来了，别吵了，两个过气咖，真当互联网没有记忆吗？看我不扒出点黑料来搞糊你们！
雷谁雷？这个人死了，坟头不装 WiFi 都没人过去，对不对？装了 WiFi 都没人过去，对，那还是个假 WiFi。对了，对了。别当真，别当真啊！接着听他说，听他说，乖，听他说，好，来。我想问一下撒微笑，他说的互联网的记忆是什么？什么叫扒出点黑料来搞你们？所以你到底是心里清不清楚你这个黑料是什么？我心里非常清楚啊，我跟何美男没有黑料可挖，我们一生坦坦荡荡做人，平平安安做事，认认真真做歌。你干过吗？没有。然后呢，我在一个柜子里发现了一个盒子，这是来自2026年1月20号百变大侦探发来的消息。您好，经过调查，我们发现账号 NZND 今天红了吗？与账号 i 大头牌真金花是属于同一个 IP 地址，希望这个信息对您有帮助。也就是说，在1月20号的时候，撒微笑知道了真金花就是 NZND 头号黑粉。哦。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去调查这个东西？因为我就看到那个评论，每次这个 ID 一出来就说那些阴阳怪气的话，对，就特别让人不舒服。我就想查一下这个人究竟是什么身份、什么来头。你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因为我查到了以后，我也不知道这人是谁啊。昨天你知道了？今天，就是演唱会的现场，他不是一出场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DCG 的饭圈天花板宇宙全球后援会会长金花。这人怎么那么面熟啊？然后再一想，这不就是挨大吗？哦，原来这个人是大明星的粉丝，他是我们的黑粉，然后现在又假冒成我们的粉丝到现场来主持我们的演唱会，那不是要搞死我们？他说他要来找你们的黑料搞糊你们，所以你是因为担心这个是吧？对。现在我们知道了何美男跟那个撒微笑是好兄弟，所以我也去了何美男的房间，找到了一个顶牛排行榜。哦啊不！2025年的5月份，何美男是芒果播顶牛排行榜的第1名，对，撒微笑是第2名。结果呢，到了6月份的时候，您猜怎么着？大明星横空出世来了，空降榜单第1名。然后何美男跟撒微笑变成了2、3。怎么了？我努力，我成功了，你不能嫉妒我呀，对不对？我是靠自个儿的，我站得有点猛。这上面写了几个字，写了后浪。然后再过了1个月，大明星还是第1名。这个时候你们俩已经调出榜单了。我看看另外9个是谁。魏高管，李全火。好，上面还有几个字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竟被拍在岸上。紧接着到了10月份，我们俩回来了，回到了90位。这个时候上面没有写字，大明星还是第1位。然后在这张榜单的后面贴了一个海报，大家注意到这个美开眼笑，前面有一条芒果国不是转发的一个美开眼笑今天营业了吗？所以我猜你们是不是组了一个组合叫美开眼笑？然后这个时候拍了一张非常露骨的照片，你看炫富，露出了腹肌。然后何美男说：“人说知己难寻，我一遇就遇到了大半辈子，啊。”然后撒微笑说：“人说入队难成，我一搭就搭了往后余生。”哇，多么浪漫！哎呦，你们2个人，哎呦喂，行了，就靠这 CP 也能到第1了啊！行了。对于我躺在病床上急需一个肾的微笑哥哥来说，我不忍看到微笑哥哥继续生病，
我们一直都是好兄弟，穿同样的衣服，代言同样的产品，没有想到我们连肾脏都是共同匹配的呢。或许这就是缘分吧。所以我怀疑他们是不是两个人组 CP 捆绑炒作，所以能够回到了9和10位。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红粉的方式，就是大家可能对我们两个各自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，但是我们合体营业，大家就还可以。紧接着到了11月份，他们俩共同代言了绝味龙虾。哇，有代言了。人间哪得几回肠，此虾只应天上有。代言人何美男、撒微笑。下一个月，12月，这个时候把他家拍了一遍。难怪你照片那么多，我天！他把他家你等于拍了一本日历，你没有，都是有用的，它有用的，这是一个发展线。对，到了12月，这个时候何美男跟撒微笑重回一样。我去哪儿了？你到了第3位。第3位啊，可以啊，没事。然后同样1月份。也是第1、2位，大明星第3位，上面写的继续保持，所以我在想，它上面写了这么多字，何美男对于这个榜单，其实回不回去，其实非常的重要。当然，因为确实是，NZND 曾经是顶流，但是现在我们在榜单上起起伏伏，甚至稍不留心就会跌出前10，这个对我们这个曾经的顶流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也非常努力的在营业，希望可以往上升，包括带动我的兄弟撒微笑一起往上升。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到这个就是1位、2位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。哎，对哦，对，下一步，忙不过来，一下带3个带不动。你家伙，兄弟！但我心里是只有白 rap 的啊。肾都给人家了，心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哎呦我这，哎呦气得我肾疼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在何美男的屋子里还找到了一个箱子。已经被砸坏了，很明显就是暴力拆箱，但这个箱子里什么都没有。啊？对，所以我想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去哪了，跟谁有关系？这个箱子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我知道里面有重要的东西不见了。然后紧接着我又发现了还有2张照片，1月20日，12点和15点的时候，分别遇到了2个人，但是都是清洁工，后面是真金花假扮的清洁工，并且在这个照片上打了3个问号，而且地点是在入口通道。昨天晚上，公司的门卫跟我说，你们公司真的好有钱，一天找2个不同的阿姨来打扫。我就会觉得非常奇怪，因为我们公司只有1个阿姨，她固定就是每天来打扫1次，对，绝对不可能会有2个阿姨来打扫这件事情。于是我就去跟她要了这个监控，有一个陌生的人出现了，穿着保洁的衣服，这不是我们家的阿姨。于是我就赶快回家再去找，就发现我有一个放着很重要的东西的箱子被暴力破坏了，里面的东西不翼而飞。所以你知道了这个之后，你还不知道这个假扮保洁员的是谁？我打了个问号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啊，所以你是直到现在才知道他是真金花？对，他今天上场的时候我就认出他来了。所以咱俩都是在舞台上认出他来了。那我的线索就讲完了，谢谢。现在你有没有怀疑的对象？就目前来说，我觉得虽然我搜了他们俩，但我觉得他们目前不是特别明显的嫌疑人。谢谢。好，我来解开真金花的一部分谜团。好的，太好了。真金花是大明星的粉丝，IDA，她也是 NZND 的黑粉。然后呢，在她的空间里面，首先一进去就有几个玻璃箱子，里面有一些房子的模型，大部分都已经塌了。房子塌了？我懂了，他家房子塌了。塌房？他塌房了。首先是撒微笑的房子塌了。
想不到你竟然偷偷去和何美女玩。我一直喜欢何美女，到现在。恋情实锤，滚吧芳心纵火犯！我是在女人的芳心里纵火的人。你不配被粉，你不配被粉。又起立了。站懵了。我的房子塌了，没想到你那些奢侈品都是假的。无意当中，我打听到有一个乌云皮具城这样一个地方，它有非常多非常 A 的。为了高奢人设买假货骗粉丝，你不配被粉。拜拜，房子塌了。没想到，如果我开挖机，你还会爱我吗？竟然是你抄袭的，简单的抄了一首歌，结果发了之后，咱们这首歌就火了。这首歌的名字就叫《如果我开挖掘机，你还会爱我》。而且你还读了可爱的科科，因为何美男养了一只狗，所以他独自占了一个屋，这一点我很气愤。无德无才，你不配被粉。陈舞蹈大家还记得吗？对，房子塌了，没想到能720度空翻的你，竟然是个酒驾的醉汉。心情不好去喝点酒，然后呢，我被警察给抓住了，活该被抓，你不配被粉。清醒时候赚不了是吧？唯一有一个健在的房子，还在顶牛中啊，不是你的，白顶了啊。唯一房子没塌的大主唱让我更爱了。很久以前，我们粉丝就歪歪了心中完美偶像的样子，一张令人过目难忘的车座子脸，一双桀骜不驯的眼睛，能与眉骨完美衔接的高耸入青天的山根，在无表情的自然状态下永远上翘的嘴唇，你简直就是我们粉丝心中完美偶像的样子。清醒状态下都做不出来。我们会让你坐稳韩国顶牛偶像排行榜的第1名的。这是他的个人的一个心路历程。他原本曾经在心中为 NZND 的每一个偶像、每一个 idol 都建了房，但是陆陆续续大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房子都塌了，所以呢，他的这个失落还是可想而知的。然后呢，在他的房间还有一个白板，白板上面呢有一些贴过东西的胶条被撕下来了。我呢大概分析了一下，它比较像是曾经贴过3张照片。下面一点有一个 NZND 后援会历届会长的记录卡，或者是个灯。后援会选拔规则，上个月氪金最多的 MDZZ 会成为会长。那么在14年12月到16年12月这2年间，我们的会长都是真金花。他是真金白银的为 NZND 花了很多很多的钱，但是在16年12月份之后，会长都会被别的 MDZZ 担任。但是请各位注意，在2026年的1月，也就是这个月，他重回了会长的位置。他回来是有别的目的，是因为会长将会受邀主持顶牛演唱会，他就是要出现在演唱会上，要对我们做些事情。是的。接下来呢，他的房间有一个电脑，他的电脑叫做每天想要和你合影，于是我就试了各种都不行，结果是最后密码是他墙上有一个 KT 板，是可以每天去跟他合影的。下面呢是大明星写的一句话，叫做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挨打对我眨眼睛，把这些全部输进去，他的电脑就开了。你看见没有？你喜欢这个明星啊，是个碎嘴巴，这密码都很碎。你当然这密码你要一直打很多，明白吗？输进去的时候没有那种快感，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，好吗？好，打开这个电脑，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对话。第一个是叫完美偶像公司的老板完总，25年6月份的时候，完总说：“恭喜你成为第110万个爱豆。”粉丝说：“完总好，我刚刚粉上大明星，不过我好担心哦。我之前就是因为爱豆恋爱塌房，大明星不会这样对我们吧？”完总说：“不用担心，爱豆永远不会遭遇塌房的痛苦。”3个月之后，妹妹一直没爬墙，
可见你对他的爱是真心的。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大明星永不塌房。我马上发给你一张月后即焚的照片，然后就有一张照片，但这张照片无法显示。接下来他们彼此之间还签署了一个保密协议，我自愿承诺将自己与婉种的聊天记录全部保密，绝不透露给第三人，否则罚款100亿。另外，在他的电脑里面还有一个心跳步数的监控记录。哎，那跟那个死的那个跟他手上被烧毁那个手环，是连线的，配的。但那个到底是他来监控自己，还是监控谁的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下面是大明星本人和婉种的对话。首先，婉种说 ，MGQ 会在11月22日举办以动物之名的慈善变装晚会，艺人们要以动物的造型出席晚会，然后在 After Party 上揭晓自己是谁。你去参加吧。好的，老板。扮成喜羊羊怎么样？老板说，羊角上的 DMX 啊，大明星也正好代表你。哦，我知道 DMX 是什么意思了。是什么？都没戏，戏啊，都没戏。期待你下个月继续坐稳韩国顶流偶像排行榜的榜首。啊不，顶流。我就很好奇了，真金花为什么他这里会有完美偶像公司婉总的电脑呢？直到我在他房间一个大明星的看板背后，发现了一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。完美偶像娱乐公司法定代表人真金花，他就是婉总。啊？他是老板，他是我老板，等于是。对。经营范围打造永不塌房的完美偶像。明白了啊。现在我想请大家帮我开一个脑洞，这个月后祭粉的照片，让粉丝看完之后芳心大悦。哦，太好了，我要粉他一辈子不爬墙。到底说明什么？他每3个月去他们家1个小时，汗流浃背，而且他是晕倒的状态。为什么真金花会有他的钥匙？反正我被我老板。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他是一个被做了手脚的永不塌房的完美偶像。对，或者说。大明星其实是真金花的产品。好，马上要知晓一件事情，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萨微笑有没有看到，我也想请爸爸稍微控制一下他，因为这件事情一定会让他暴跳如雷。来自芒果帮帮。还没说呢，你给我控制我！来，你护着你的银肾，你旁边还银肾，你护着点你的银肾啊！来自芒果帮帮同城跑腿订单的记录。真金花，帮我买一份锅盖头的辣椒炒辣椒盖码饭，顺路去隔壁药房买一份抽放松粉拌在饭里，送给萨微笑司机。帮帮人说。哎，药店的人说这个抽啊是肌肉松弛剂，哎，吃多了会抽肌肉哦。真金花回答，没关系。所以他才会出车祸。对，我一直觉得这个车祸背后就是有人要搞。所以你知道了这个金花？我不知道这件事儿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我不在这个事情上面撒任何谎。那就说明真金花在对我们每个人想要下手。他当时对我们的情感，现在全部转换成了恨。对，他难过到想除掉每一个人，不单单是脱粉、黑粉的问题。还有在他房间的茶几上，有一封信，是他妈妈写给他的。金花呀，你搬去 M 市那么久，也不给家里来个信，你的朋友也都跟你失去了联系，追星不能当饭吃，你的弟弟。被 M 市最好的天才进修班破格录取了，这阵子去 M 市还是要住你家的，无论如何你都要照顾一下他呀，真妈妈。2015年8月，这里要请大家注意，因为只有我去到了真金花的房间，房间里面有1半的空间
用一个密码锁锁着，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进去。是弟弟家，弟弟留了一个纸条在门口：姐姐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帮我打扫一下我的房间。天才弟弟，天才弟弟，天才弟弟。我说一下我怀疑的人，因为上面这个机关啊，是在2024年就留在天花板上，不一定，或者是在那时候就买了。对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说明是要跟大主唱当年有一些恩怨的人，因为当时那件事情是针对他，所以呢，这好像比较倾向于我们几个。但是呢，我是今天才知道他，见到他，我才认出他是以阿姨的身份去到我家拿走了我重要东西的人，所以我其实不太有机会去准备那个。我相信萨也不太有机会，因为他今天在台上才认出这个人。对不起，但以我的智商，我有机会准备。我怀疑他。然后来，我们先把这事儿说了。萨微笑对这位弟弟特别好，因为呢，白 rap 呢，整个人就是糊，就是人气下滑，哗。有一些公众号特别损，说白 rap 最 low 的艺人，白 rap 竟然被沦为小三儿，白 rap 巨星陨落啊，只配做新王八，不是只配做新人王八卦的垫绊脚石。所以说萨给了他一个机会，说中国有神曲那些破事儿我都给你压下来了，还是回 MG 娱乐，就是我过去这些事儿我都帮你摆平了。对，你从现在起踏踏实实回 MG 娱乐，好好发展，争取东山再起。对，就谢谢他了。然后呢，白 rap 说了，嘿 bro， 我看见了这个 No Do No Die 的顶牛演唱会的新闻了，我对你们要推出的第二团就是 Nobody Cares 非常的感兴趣。萨说，如果你现在以个人名义参加演唱会，大家一定觉得你走后门，反而更讨厌你。你找个没有黑料的艺人组个组合参赛。然后他说，刚好我前一阵儿跟魏全能的双胞胎弟弟魏民谣想替哥哥实现出道梦，我 rap 他 hook， 我们两个人一块儿来是这个意思。关键时刻到了，就说到那个刚才说那个慈善那晚会，然后呢，萨微笑说，昨天晚上你穿着龙虾玩偶过来表演的很精彩，那为什么在最重要的 after party 摘头套这个环节的时候他没来，错失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。要露脸了，对不对？要露脸了，露脸的时候没脸没来。这只能说明当时他被什么事情绊住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干嘛去了？当天晚上因为好久没有演出了，酒壮怂人胆嘛，我就喝了一些酒，然后等到演出完了之后，发现我喝大。然后我们白 rap 居然有一个肾脏匹配的一个诊断，然后呢，经调查上面写着说，发现白 rap 与患者的肾脏不匹配，也写了我恨，为什么不是我？啊，因为就是萨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选择扶我一把，所以我就选择把我最好的都给他，我给他满满的活力，我给他无限的生机，他找的就是全程最好的医生，这个医生叫做没肾病，就是我就想把我这个，我就给他，我让他好好的，兄弟情深，兄弟情深，我都热热乎乎的，热热乎乎的受得了吗？接着是我们新城，新场工呢，那个之前有一个这个女人的合影是结过婚的，这不是昙花啊？哦，对，这名字起的对吧？大名鼎鼎的曾经的女顶流。哦，我是隔壁女团的 C 位昙花。后来改行做了木雕师，跟我结婚了，这是我媳妇儿。哦，媳妇儿。然后呢，他的冰箱上写了几个字儿：“9亿少男的噩梦终于醒了。”你能解释一下这句话吗？来，给您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9亿跟这个少男的噩梦中间隔开了。这9亿啊，隔开了。少男的噩梦终于。少男是谁呢？少男是我。我们家做生意啊，就是亏了9个亿，所以就成了我儿时的一个噩梦。
然后这个终于醒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还清了，我把这9个亿。哎，你怎么还的？你怎么会？既然这么说完之后，你的噩梦醒了，底下他这张就有一张图，底下正好画了那个真金花的那个一个圆圈。一个圆圈是我们的节目单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为什么要把主持人画出来？这不是我对他挺感兴趣的吗？你为什么会对他感兴趣？这对吧？就挺感兴趣的。他为什么对他感兴趣？请看这一张，因为真金花。然后我突然发现，真金花在他家留了字，上面说着：“哦，我看见了，你竟然残忍地欺骗我，我要告诉所有人。”你怎么欺骗了他？我确实骗了他。首先，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单子呢？我是场工嘛。这个单子是昨天就给到我了，给到我之后呢，我今天早上回家之后，哎，发现有人给我留字了啊，就写的是你曾经骗了我，然后真金花，我说哎，这真金花，一看这场工单里面有这么个人，所以我就对他感兴趣嘛，我就把这个主持人圈出来了。后来呢，我发现了一张照片，是这张照片，这张是我们金花的照片。好，最后一个这个要解释一下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呢是。真金花送我的这个是瘦腿仪，哈？为什么要希望你瘦腿啊？不是，因为他喜欢，就是我腿瘦的样子，而且只送你一条腿瘦，他只喜欢你其中一条腿瘦，对不对？就是一条腿粗，一条腿瘦，就是我就不能换着用吗？哎，你签他公司了吗？你是他公司艺人吗？我不是他公司艺人啊。但他为什么送你礼物？他是以什么身份送你礼物？他之前在做最早的陈述的时候，你还记得他做了个动作吗？说你跟真金花什么关系？他说是这个关系。啊，哦，对啊，我们俩有关系，但我们俩的关系难以用言语来形容。我再问你，9亿怎么还的？你一个场工怎么还9亿啊？不是你们瞧不起场工吗？不是瞧不起，我就问你9亿怎么还？对，它有一个常理的逻辑嘛。场工有场工的办法。那我们来吧，加油，加油，侦探！首先呢，我们是在红地毯上，门口有2个牛，有一个堆满蓝毛巾的牛上发现了飒微笑的东西。它呢，在这个牛上面藏了一张流程表，但是它着重的标明了白 rap 当天迟到了1个小时。然后我想问白 rap， 为什么彩排的时候你迟到了1个小时？你去了哪里？你去办了点私事。你们现在能理解我内心的失落、失望之情？就这个兄弟怎么帮他都没用，自己我没耽误演出啊，自己不认真，我的演出很完美啊。但你要来彩排呀。嗨，咱这实力摆在这儿，你看呢？然后呢，就是飒微笑的手机。有奇怪的声音。怎么又一个手机？首先，他发了一条公开的信息，就是告诉大家说 ，NZND 已经11周年了，然后想念兄弟们一起唱跳的日子，艾特了何美男，说决定要在2026年的1月21日在火力坊举办这个顶牛演唱会，同时呢会选出他们的第2代这个天团。他这个信息呢，他是在所有的这个广场界面上发布，所有的这个 APP 上有很多特色的功能，所以呢，大家就可以在这个所有 APP 的广场上面自由的表达。同时呢，还有一条音频，这条音频的信息量有一点巨大。彩排呢，一会儿中场休息的时候啊，我会先做完最重要的那件事，然后呢，在下半场演唱会上彻底毁掉何美男，他一度分身之人啊，之后就轮到最可恨的他了。我第一次觉得我自己好吵啊！我想听那个话。这个话的内容是金花说的。我来唱。好，不用了，就说就好啦。开始。弟弟，我在火力帮彩排呢。
一会儿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会先做完最重要的那件事情，然后在下半场演唱会上，我会彻底的毁掉何美男啊，他一定永无翻身之日，之后就会轮到最可恨的他了。你是在录歌的时候，自己练习的时候不小心录到了这段话，录到了他的声音，然后你发现他对我下手。对，我为了保护你，所以这段感情你觉得值不值你的另一个肾？要命啊！这哪是药肾？他还现在改名叫撒药肾。我怕我对不起你对我的这么好的那个情感，好不好？我彩排的时候，录自己的唱的歌，结果回来一听，我说怎么里面有个女孩的声音？我再仔细一听，当时应该是他在给他弟弟打电话，应该是能对上，就是他手机有一个呼出的记录。是的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又找到了何美男的箱子，然后呢，我们是用了一个这个新闻里的东西，因为说。何美男，我要买到你是2026年创作的全新单曲，它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次奇妙的购物经历。1个月前，何美男在逛街的时候，突然受到了直觉的指引，不管东南西北，七拐八绕的进入了一家服装店，然后径直走到了一件粉色不规则的褶皱条纹外套前面。果然，这件外套不简单，它是价值。个十百千万十万32万3428的全球限量手工定制外套，现在正在进行0.01折的秒杀活动。何美男立马买下了它，店家还给他去掉了零头，所以哎，算一下，我这算不过来，0.01折，就这个刚才那个价，323。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323打开了它的密码，就是323。哇！哎呀，来，哇！打开之后，里面是一个沾满了口红的一个信封，然后这个信封里有3张这个转账的单子，何美男转给一个叫何刀疤的人。内容分别是：表哥一点心意请收下，请假造飒微笑换肾的治疗单。我这腿软，心碎了。我是为了安真的，你记住。飒微笑还有一件更关键的，我这里到底有肾没肾呢？来了，为你解答。虽然他的肾并没有问题，但是还要给他一刀，要缝的再好看一点。开心吗？肾没坏，根本没事儿，谁能生气啊你？你看看到底是谁的心好？我是真信了啊！我是真想换，我真想我把我这个就搞了半天，没有，我这没有，是原装的，没有，我刚才已经告诉你这个真相。肾源来自我爸妈，我已经告诉你，我说你拥有的一定是一个最适合你的肾。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你到我表哥的诊所去的时候，我马上就去看你了，这会儿都是真情实感的。后来我问了我表哥你的情况，我表哥说你确实被撞了腰，但是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但是你老觉得自己有问题，所以你整个状态萎靡不振，是你的心理原因造成的。我想我怎么救你呢？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我说如果你心里有问题，我就解你的心理的病，我就好像让你觉得你从头到尾已经被更新换过了。然后呢，正好呢也可以借这个新闻来帮我们往热搜上面再推一下。美男，尽管这一切你一直在说都是为了组合，我仍然觉得难以接受。我知道，难以接受，我知道，我错了。你凭什么划我一刀？我那么美好的腰。我错了，那个是你英雄的痕迹。OK， 我们友谊的见证，好吧？
所以何刀疤是何美男的表哥是吗？对我表哥的。你知道我这段时间受的苦吗？因为换了肾以后，为了补，我吃了多少羊腰子，你知道吗？这段时间，我愿意在这个时候为你唱起，为你打鸣，弥补一下你的心理创伤。来，1、2、3，Go！可以了。不知道你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小龙女啊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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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天，这折腾啊！你记得我家里有个被他毁掉的保险箱吗？啊，这个其实就是我被真金花拿走的我重要的东西。所以就是他知道了这些炒作的这些东西。今天上午彩排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人，我就哇，这不就是假冒保洁阿姨跑到我们家去的人吗？他来这干嘛呢？后来呢，我就去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翻他的包，我在他那个包里面就发现了这个，所以我就把它拿走了。但是我不知道他要用这个做什么，因为我还没来得及问他。你不用，他说了要找到黑料，搞死我们。这就是最大的黑料。那个我不知道呀，这个我刚才问你，我说信誓旦旦的，我说我是坦坦荡荡的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我还问你，我说你是不是？你说是。我们没有干过，你干过吗？没有。尽管你犹豫了一下，他为了组合他能说不是吗？煞费心机啊！我们又在门口的保安的地方呢，解开了一个保险柜，然后发现了大明星的手机，里面也有一段视频。电子专辑，所以恭喜获得了我的签名照一张，地址方便告诉我吗？谢谢宠粉天王大明星，我家住真的步行街3721号，收件人真金花。他那个是在 Soar 上面，他就等于他没有用自己的脸，但是他有一个脸基尼功能，就是你可以变成你任何想变成的很多可爱的样子，然后就是在这个上面有很多有趣的聊天方式。你看我选了这个。我就变这样了，然后我可以邀请好友，这样就是你可以用不同的脸，比如说我还可以换这张脸，卡通脸，对，非常好玩，1亿年轻人都在用的 Soar APP。是的，在高音姐姐带领下，我这边呢也发现了一些那个证据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首先呢是在我们的那个舞台上，大金花那边发现了这么一个包。这个就是我那个什么，他每天去我屋里头之前拿那包。这个包里面呢有2样东西，一样呢是这个口红，就我们发现的时候，这个口红其实盖没盖好，所以这个东西跟何美男刚刚讲到的那封信其实有契合，因为那封信刚刚可以看到，就是信上也有很多口红的印记，对，脏兮兮的，也是那边拿出来的。对，除了这个口红之外，还有一个盒子，盒子上面写着3个字儿，叫大主唱。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盒子是干什么，但我没打开。对，它需要钥匙才能打开。然后这边就是我补充的一些证据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白 rap 现在故事线还没出来。大明星这边好像是因为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不知道我是谁，现在你们把我给说晕了，我可能并不是我以为的我。那你们加油吧，投票啦！好。何美男他的动机呢，是因为他觉得真金花发现了他的黑料，他要阻止这件事情。何美男跟萨微笑他们都说是今天白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。对的，即使有动机的话，他也来不及准备。对。我相对来说，我对于白 rap 的怀疑程度更高一点。而且他彩排有1个小时，不知道去哪里。谁知道呢？第1轮，我决定相信我的直觉和判断。第1轮，我决定把我的票投给这位神秘男子。电话响了。小花来电话。果然出现了万一的情况，真金花没有死。
他到底死了没有？假死。2017年12月31日杀的人怎么又活了？没人知道。真金花没有烧死，他整完容回来了。他不是报仇，他是灭口啊！这个白是知道这一切计划，他就是真金花，大赤真金花。粉丝破墙而入。他在你家干嘛呢？变了，他变成了白。我已经变成了小龙虾，要把我弄死。你的计划得手了吗？把你的名声搞垮。处心积虑的一个人。他们吐槽我，他们觉得我土。我完全不知道这事儿。我决定今天晚上就把他弄死。哦，好吓人！大不了说出事情真相。出了一个坑就另进了另外一个坑，我只能把自己杀死。最终还是这句话，做自己好难。在现实生活中，青少年呐、未成年人呐、追星的比较多，他们甚至有的是有一些成瘾呐、所以这样子的话呢，我觉得社会啊、家庭呐、就要更多的引导，就鼓励这个青少年正常的、正确的追星，不要是盲目的崇拜，不要影响其学业，也不要对粉丝、家庭或者对明星偶像造成伤害。现实生活中间，完美偶像是不存在的，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，都有或多或少的缺点。那么就是这里面也提示这些粉丝在追星的时候，一方面要能够包容自己的偶像，另一个方面更多的是要个性独立，有自己的主见，不要这个过多的或者是单一方面的盲目的去崇拜某些明星。偶像不是简单的去迎合粉丝，而是要首先要做好自己，就是使自己的个性更加的完美自己做得更加的优秀，这样子更多的吸引这个粉丝的关心和关爱。正确的追星呢，是应该从明星身上学习一些积极向上的品质，就是要让自己有所进步。但是错误的追星呢，就会让粉丝丧失自我，沉溺于一些疯狂的行为或者是成瘾的行为里面，然后就是可能造成一些对自己的一些伤害，或者对偶像的一些伤害。那么正确的追星呢，就是要适度，有所克制就是要平衡追星，这是粉丝要学习的重点。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 探案心不慌，感谢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 5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美赞臣博瑞升级 A2 蛋白，智慧营养好吸收，感谢美赞臣博瑞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要当名真人就到 M 城明星大侦探长沙旗舰店即将来袭。上微博参与明星大侦探话题讨论，说出你心中的 Top One 戏精成员。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、微博综艺，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、新浪新闻，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、网易娱乐、网易谈新社，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，新闻客户端合作澎湃新闻、凤凰新闻、界面新闻、一点资讯、Zaker。感谢特别合作智行、达达快送、有道词典、一代驾、映客、好看视频、WiFi 万能钥匙、闪萌、搜狗输入法，网媒支持凤凰娱乐、腾讯娱乐、搜狐娱乐、中国青年网、北青网、环球网、国际在线、千龙网、粉丝网、中国娱乐网、360娱乐、猫扑娱乐、红网、华声在线、新浪湖南、腾讯大疆网、大众网、亚洲娱乐网、熊猫娱乐、亚洲文娱、亚洲影视。